得知我家即将拆迁，原房主王铁柱竟找上门来。我们家房子不卖了，你尽快搬出去，这20年房租我就不收了。闻言，我笑了笑。20年前我们已经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，想要回房子可以，先把10年前法院让你赔偿给我的30万还清。王铁柱，咱可都签了买卖协议，你当时承诺过卖房后绝不反悔，结果你10年前因为房屋涨价反悔了一次，现在又因为拆迁舔个脸来要房子，你还要不要脸？20年前农村宅基地不允许买卖，土地证还是我自己的名字，所以10年前我起诉要求收回自己的房屋，合情合理。法院早就判定买卖协议无效了，是你们一直占着我的房子不还，不要脸的是你们。张念祖，王铁柱一脚踹开虚掩的院门，身后跟着他老婆刘金凤。别装蒜了，拆迁的事我们都知道了，1000万，那房子是我的，钱当然也得是我的。我老婆苏玉梅闻声从屋里出来，看到这两人瞬间火冒三丈。王铁柱，你们还有脸来？10年前法院怎么判的你忘了？让你补偿我们的损失，你1分钱没给，现在又想来白占便宜。判什么判？法院判得清楚，农村宅基地不能买卖，地是我的，房子当然也是我的，哪来的补偿？那房子本来就是我们的。呸，说的好听，当初3万块钱卖给我们的时候，你咋不说不能买卖？现在房子拆迁值钱了，你就想反悔？做梦！贱人，当初要不是我家揭不开锅，能把房子卖给你们，现在国家政策变了，宅基地是农民的根，这房子就该还给我。我放下水壶走上前，拦住怒火中烧的苏玉梅。王铁柱、刘金凤，有些话你们最好想清楚再说。张念祖，你少装蒜，别以为你不说话，这钱就是你的了，1000万啊！我们辛辛苦苦盖的房子，凭什么让你们白拿？辛辛苦苦盖的，你摸着良心说，那房子盖好几年就塌了半边，要不是我们花钱重新翻修，能站到现在？10年前你们夫妻俩也是这样闹的，当时房价刚开始涨，你们就后悔了，跑来要收回房子。我们是正当要求，宅基地就是不能卖，法院都判了。是啊，法院判了，判决书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农村房屋买卖合同因违反法律规定无效，原告王铁柱可收回房屋，但需对被告张念祖夫妇的损失进行补偿。这句话你们没忘吧？王铁柱和刘金凤对视一眼，脸色有些发白。法院判决你们补偿我们房屋翻修、装修以及使用期间的增值损失共计30万，可你们1分钱都没给，反而跑得无影无踪。现在1000万的拆迁款下来了，你们又冒出来了。你们当时就是算准了我们拿不到补偿的钱，故意拖着，想着我们自认倒霉，房子就白白给你们。我没有，我们不是故意的，我们当时也困难，不是不想给。困难？你们把房子卖给我们，拿了3万块，转头就去城里买了套小户型，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城里人，又跑回来抢我们的拆迁款。我没理会刘金凤的狡辩，目光直视王铁柱。王铁柱，你真以为法院的判决是摆设吗？王铁柱被我噎得满脸通红，一时语塞。刘金凤眼珠一转，立刻换上一副通情达理的模样。行，张念祖，算你狠，10年前的判决我们认，那30万我们赔。我们一愣，显然没料到他会突然松口。30万就这么给了？这可不像他刘金凤的风格。果然，紧接着他就话锋一转，不过嘛，亲兄弟明算账，30万的补偿款我们认，但你们白住了我们家20年的房子，这房租是不是也该算一算？苏玉梅脸色一变，立刻反驳：房租？我们是花钱买的房，哪来的房租？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法院不是判了吗？买卖无效，既然无效，你们这就是占着我们的房子，付房租天经地义。他掰着手指，算得噼里啪啦响。20年240个月，我们也不多要，1个月就算你们300块，那也是7万2，再加上这20年的房屋折旧、地皮增值，零零总总加起来正好30万。张念祖，你看我们两清了，现在你们可以把我们的房子还给我们了吧？好一个两清，这算盘打的，我在城里都听见了。苏玉梅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他的鼻子骂道：刘金凤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当年那破房子什么样你忘了？墙都塌了半边，是我们一砖一瓦重新盖起来的，你现在跟我要折旧费？怎么想赖账？法院的判决你们认，我们的账你们就不认了？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？此时院门口已经稀稀拉拉围了几个看热闹的邻居。刘金凤眼珠子一转，立刻吸进裤体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开始拍着大腿嚎啕大哭。没天理呀！大家快来看啊！城里人欺负我们农村人了，占了我们的房子，现在连拆迁款都要独吞啊！我们孤儿寡母，哦不，我们老实巴交的农民就想拿回祖宗留下的根，他们就这么欺负人啊！王铁柱站在一旁，红着眼眶，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，完美配合。周围的邻居不明就里，对着我们指指点点，议论声像苍蝇一样钻进耳朵。听着好像是王铁柱家有理啊，宅基地确实不能卖。这张家住了20年，也够本了，还惦记1000万，是有点贪心了。就是做人不能太绝。苏玉梅的脸瞬间白了，她哪见过这种阵仗，气的话都说不出来。我将她拉到身后，眼神冷了下来。王铁柱、刘金凤，别在这演了。法院判决书上只写了补偿，一个字都没提房租。想耍无赖，也找个像样点的理由。我耍无赖？张念祖，你少给我扣帽子！今天这事儿没完，我们天天来，我就不信这村里没有说理的地方。刘金凤拉着王铁柱骂骂咧咧的走了，可麻烦才刚开始。第2天起，他俩就像上班似的，天天堵在我家门口，一个唉声叹气，一个假意抹泪，见人就散播我们霸占房产、忘恩负义的谣言。很快，村里流言四起，有人说我们当年趁火打劫，有人说我们背弃
景不干净，还有人造谣我儿子以权谋私，想独吞千万。一时间，我们家成了全村画饼。以往熟悉的邻居现在都绕道走。苏玉梅去小卖部买瓶酱油，都被人指指点点。晚上，她终于撑不住，坐在床边默默流泪。念祖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我今天出门，李婶问我是不是真把人家逼得无家可归了。我这辈子没这么憋屈过。我递给她一张纸巾，心里也堵得慌。是我的错，10年前就该把这事彻底了结了。我以为只要我们站这里，他们就翻不起了，但我低估了人心的险恶和舆论的可怕。玉梅，别哭了，他们想用唾沫淹死我们，我们就得找到一块能压死他们的石头。什么石头？证据，能让他们彻底闭嘴的证据。第二天，我跟单位请了假，和苏玉梅一起把家翻了个底朝天，也没找到那个能一锤定音的硬证据。最后只剩下了堆满杂物、积着厚厚灰尘的阁楼。念祖，这里能有什么啊？都是些破烂。再找找，任何带字的东西都别放过。我们分头行动，我翻捡着一堆旧书报，苏玉梅则在角落里清理一堆旧木料。突然，她咦了一声：“念祖，你来看，这地板有点不对劲。”我走过去，看着她指着的一块木地板，边缘有被撬动过的痕迹。我找来工具撬开了那块地板，里面躺着一个生锈的铁盒。我们打开盒子，发现里面没有金银，只有几张用油布仔细包着的泛黄纸张，最上面是一份补充协议，纸张虽破旧，但字迹清晰。立协议人王铁柱自愿将祖传院落及宅基地使用权作价3万元整，永久出让于张念祖。此交易你情我愿，绝无逼迫，空口无凭，立字为据，永不反悔。落款处是王铁柱的签名与红手印，旁边还有见证人当年的老村长王长贵的签名与手印。天哪，念祖，我们有救了，我们有救了！我捏着这份补充协议，手微微发颤。有了它，王铁柱的所有说辞都将站不住脚。村长多年前已经去世，我们很快打听到，当年的主合同与这份协议都是由村里老会计李文书代笔的。他还健在，但几年前中风后半身不遂，口齿不清。几经周折，我们联系上他儿子李建军。电话里一听我们的来意，他的语气立刻充满了警惕。我爸身体不好，受不得刺激。你们跟王铁柱家的事，全村都知道了。这种得罪人的事，我们家不掺和。你们别来找他了，他什么都不会说的。说完，不等我再开口，他就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，希望瞬间熄灭。我捏着那份协议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纸边，物证在手，人证却不愿开口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。接通后，传来一个公事公办的年轻声音：“您好，是张念祖先生吗？我是区拆迁办公室的，通知您一下，关于您家房屋的产权归属争议，请您在3天内提交明确有效的产权证明。如果逾期无法提供，按照规定1000万的拆迁补偿款将会被暂时冻结。”电话挂断，屋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。苏玉梅刚刚燃起的希望被这通电话彻底浇灭。她手里的那份补充协议，此刻仿佛有1000斤重，压得她喘不过气。3天，他们只给了我们3天。她声音发颤，带着一丝绝望。3天内拿不出产权证明，钱就会被冻结。王铁柱要的就是这个，只要钱冻住，他们就能慢慢把我们拖垮。我拍拍他的肩，拿过协议仔细折好，收进了贴身口袋。别慌，他打电话来不是坏事。苏玉梅猛地抬头看我，满眼不解。这说明拆迁办承认我们是房子的实际居住人，才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。王铁柱想绕过我们直接拿钱，没门。现在压力不止在我们这边了。李建军怕得罪人，不想掺和，那我们就给他一个不得不掺和的理由。什么理由？他怕得罪王铁柱，难道就不怕得罪整个村子吗？我没再多解释，拿起手机翻出一个号码拨了过去。第二天一早，王铁柱和刘金凤的表演升级了。他们不知从哪扯来一条巨大的白色横幅，歪歪扭扭写着几个血红大字：无良住户霸占农宅，侵吞千万拆迁巨款。刘金凤的哭嚎也换了新词，不再是孤儿寡母，而是城里人联合开发商逼死我们原住民。王铁柱则抱着个破碗坐在地上，双目无神，嘴里念叨着：我的房子，我的根。这场大戏吸引了更多看热闹的村民，议论声更大了，同情的目光几乎全都投向了王铁柱夫妻。苏玉梅气的嘴唇都在哆嗦，隔着窗户指着外面：他们怎么能这么不要脸？话音刚落，一辆印着云城晚报字样的采访车不快不慢地停在了巷子口。车门打开，一个扛着摄像机的年轻人和一个拿着话筒的女记者走了下来。他们径直穿过围观的人群，目标明确，我家门口那条刺眼的横幅。刘金凤的哭嚎声戛然而止，王铁柱也愣住了，抱着破碗忘了继续念叨。村民们更是炸开了锅，谁也没想到这点村里的邻里纠纷居然把市里的记者给招来了。女记者叫赵丽，是我昨天联系的那位，我曾因工作关系帮过她一个小忙，算是有点交情。赵丽走到横幅前，对着摄像机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开始了现场报道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城郊的王家村。近日我们接到市民热线，称这里发生了一起因拆迁款而起的房产纠纷。刘金凤反应最快，她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，扑到记者面前，眼泪说来就来。记者同志，你们可算来了，你们要为我们做主啊！这家姓张的占了我们家20年的房子不还，现在还要独吞1000万的拆迁款啊！他声泪俱下，指着我家大门，仿佛我们是十恶不赦的罪人。赵丽将话筒递到他嘴边，一脸严肃地问：大娘，您能具体说说吗？比如他们是怎么占了您的房子？刘金凤立刻来了精神，添油加醋地把他们编排好的那套说辞又讲了一遍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被恶霸欺凌的可怜农民。摄像机忠实地记录下他每一个表情，也记录下了周围村民们那些被煽动起来的同情的眼神。就在刘金凤越说越激动，
几乎要控诉我们刨了他家祖坟时，我打开了院门，缓步走了出去。我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，神情平静地看着镜头。赵记者，你好。赵丽点点头，立刻将话筒转向我。您就是张念祖先生吧？对于王家二位的指控，您有什么要回应的吗？我的出现让现场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，等着我的辩解。王铁柱和刘金凤对视一眼，眼神里满是得意。在他们看来，我这是自投罗网，正好当着记者的面把我们的罪行定死。我没有理会刘金凤，而是面向镜头，声音清晰而沉稳。回应很简单，第一，这房子是我们20年前花3万块钱从王铁柱先生手里买下的，不是占的。我从文件袋里拿出那份补充协议的复印件，展示给镜头。这是当年签订的协议，白纸黑字，红手印，还有时任村长的签名作证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永久出让，永不反悔。人群中发出一阵低低的惊呼，刘金凤尖叫起来：“假的，那是伪造的！”我笑了笑，继续说道：“第二，10年前王铁柱先生确实起诉过我们，法院也判决了买卖合同无效，但判决书的后半句是他必须补偿我们房屋增值损失30万元，这笔钱他至今分文未付。按照法律规定，在补偿款未结清之前，我们对该房屋拥有合法的留置权。简单说，他不给钱，我们就不用办。”我拿出10年前的判决书复印件，再次展示。所以我们住在这里合理合法，反倒是王铁柱夫妇不仅拖欠法院判决的补偿款，还用这种拉横幅、造谣的方式对我们进行诽谤和骚扰，已经严重侵犯了我们的名誉权。我的话掷地有声，逻辑清晰，证据确凿。围观村民的表情开始变化，从同情王家变成了疑惑和审视。刘金凤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她没想到我准备的如此充分，还敢当着记者的面把所有事情都捅出来。你胡说，你血口喷人，是不是胡说？法律说了算。赵记者，我今天请你来，不是为了跟他们打口水仗。我话锋一转，目光扫过人群，最终定格在一个刚刚赶到、气喘吁吁的中年男人身上，他就是李建军。看到记者和摄像机，他的脸色比哭还难看。我举起手里的协议复印件，朗声道：“这份协议的代笔人是村里的老会计李文书，也就是李建军先生的父亲。协议的真伪，只要找到李会计本人问一问，自然水落石出。”所有人的目光唰的一下，全都射向了李建军。李建军浑身一僵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他昨天还在电话里信誓旦旦地拒绝我，没想到我直接把记者请来，把他架在了火上。现在全村人，甚至可能全市的观众都在等着他的回答。他如果说不知道，那就是睁眼说瞎话；如果承认，就得罪死了王铁柱。赵丽非常专业，立刻带着摄像师走向李建军，将话筒递了过去。这位先生，请问您就是李会计的儿子吗？关于这份协议，您父亲是否真的知情？李建军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，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我看着他，缓缓开口：“李建军，今天记者在这里，拆迁办也在等结果。这件事已经不是我们两家的私事了。你父亲作为当年的代笔人和见证人之一，他的证词关系到1000万拆迁款的最终归属，更关系到咱们王家村的声誉。你现在一个不知道或者转身就走，毁掉的可不仅仅是我家的房子。”我顿了顿，语气加重：“是你父亲一辈子的清白名声。”这句话像一柄重锤，狠狠砸在李建军的心上。他猛地抬起头，死死地瞪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挣扎和恐惧。他知道我把他逼到了悬崖边上，退无可退。王铁柱也急了，冲着李建军吼道：“建军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我们家的事跟你没关系。”刘金凤更是直接跑过去想拉走李建军，却被赵丽的摄像师巧妙地挡住了。现场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。终于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他像是泄了气的皮球，颓然地垂下肩膀，对着话筒用机不可闻的声音说道：“我爸他知道。”这句话像一颗投入油锅的火星，瞬间引爆了全场。村民们的议论声嗡的一下炸开，所有指向我家的怀疑、鄙夷、同情的目光，此刻像潮水般调转方向，尽数涌向脸色煞白的王铁柱夫妇。原来真有协议啊！我就说嘛，张老师不是那种人。好家伙，这是贼喊捉贼啊！刘金凤指着李建军的鼻子，声音尖利的像要划破人的耳膜：“李建军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收了他多少钱？你敢给你爹身上泼脏水？”王铁柱的反应则更为直接，他那张憋成猪肝色的脸猛地扭曲，布满血丝的双眼死死盯住李建军，喉咙里发出一声野兽般的低吼：“你他妈的找死！”话音未落，他像一头发了疯的公牛，猛地冲过去，抡起拳头就朝李建军的脸上砸去。这一幕发生的太快，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。李建军吓得一缩脖子，眼看那一拳就要砸实。我早有预料，一步上前，精准地扣住了王铁柱的手腕。王铁柱，记者还在这儿呢，当众行凶，你想进去待几天？我的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入他耳中。摄像师反应极快，镜头忠实地记录下王铁柱狰狞的面孔和他悬在半空的拳头。记者赵丽的眼中闪过一丝兴奋，立刻将话筒递了过来：“王先生，您这是对自己当年的行为心虚，所以恼羞成怒，要对证人动手吗？”王铁柱彻底疯了，他甩不开我的手，便用另一只手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：“张念祖，你个阴险小人，你算计我！还有你们都他妈看什么看？这是我家的事，关你们屁事！”他这一骂，把周围的邻居也全给骂了进去。原本还有几个对他抱有同情的村民，此刻脸上也挂不住了，纷纷露出厌恶的表情。刘金凤见状，知道大势已去，眼珠一转，再次使出看家本领，一屁股坐到地上，开始干嚎。
没法活了啊！他们官官相护，联合起来欺负我们老实人啊！我们不活了。但这一次，他的表演失去了所有观众，村民们冷眼旁观，甚至有人发出了不屑的嗤笑。记者赵黎更是直接绕过他，走到了惊魂未定的李建军面前。李先生，您别害怕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任何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您能详细说说当年您父亲代笔协议时的情况吗？李建军深吸一口气，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。他看了一眼被我制住，还在不断挣扎的王铁柱，又看了看地上撒泼的刘金凤，眼神从恐惧变为坚定。我说，我什么都说。他对着镜头一字一句的开口。我记得很清楚，20年前就是王铁柱两口子主动找到我爸，说家里急用钱，要把这院子卖给张老师。当时我爸还劝他说，祖宅卖了可惜，让他想清楚。可王铁柱说他要去城里发展，这破房子留着没用，还不如换成钱。协议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王铁柱亲口说，我爸亲手写的，他还自己按了手印，说永久出让，永不反悔。这2句话我记一辈子。李建军的话如同一记记重锤，将王铁柱夫妇最后的遮羞布砸得粉碎。王铁柱停止了挣扎，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瘫软下去。刘金凤的哭嚎也卡在了喉咙里，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李建军，仿佛不明白这个一向胆小怕事的男人今天怎么敢把所有事都捅出来。我松开手，王铁柱踉跄着后退2步，我没再看他，而是转向赵丽。赵记者，事实已经很清楚了，接下来我希望您能陪我们去做最后一个见证。去哪里？去李会计家，我需要一份最权威的证词。我看向李建军，后者重重地点了点头。王铁柱和刘金凤被村民们鄙夷的目光包围着，像2只过街老鼠，再也待不下去，灰溜溜地钻出人群跑了。那条刺眼的白色横幅被一个看不下去的邻居一把扯下来，扔进了垃圾桶。一场闹剧就此收场。去李文书家的路上，李建军一直沉默着，直到快到家门口，他才低声对我说了一句：“张老师，对不住，我前2天是怕惹麻烦。”我明白，你今天站出来，不光是帮我，也是在维护你父亲的名声，我该谢谢你。李建军黝黑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晕，没再说话，只是脚步快了几分。李文书的家很简陋，屋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药味。老会计躺在床上，面色蜡黄，看到我们进来，浑浊的眼睛里露出一丝疑惑。李建军上前附在他耳边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说了一遍。老人的呼吸渐渐变得急促，他挣扎着想坐起来，却力不从心。苏玉梅赶紧上前拿了个枕头垫在他身后。赵丽打开了录音笔，摄像师也架好了机器，但都保持着一段尊重的距离。我拿出那份补充协议的原件，轻轻展开，递到老人面前。李叔，您还认得这个吗？李文书的目光落在协议上，浑浊的眼睛里突然迸发出一道光，他的嘴唇哆嗦着，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音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因为中风的后遗症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老人急得满脸通红，右手不受控制的颤抖着。突然，他用尽全身力气，抬起那只还能动的左手，颤巍巍地指向协议上王铁柱3个字，然后重重地点了3下头。虽然没有一句话，但这3个用尽全力的点头，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。他肯定了协议的真实，也肯定了王铁柱当年的承诺。摄像机无声地记录下这一幕，苏玉梅的眼圈又红了，她别过头，悄悄抹去眼角的泪。够了，有这段视频，一切都够了。从李会计家出来，赵丽向我告辞，表示会尽快把这期报道做出来，还我们一个公道。送走记者，我和苏玉梅都松了一口气，这几天压在心头的巨石总算被搬开了一大半。回到家，苏玉梅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念祖，这下好了，看王铁柱他们还有什么脸来闹？我点点头，心里却并没有完全放松。事情还没完，我们得抓紧时间把这些证据提交给拆迁办。离3天的期限只剩下最后1天了。然而，就在我准备整理材料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，还是那个拆迁办的陌生号码。我接起电话，对面传来那个公事公办的声音：“张先生，您好，关于您提交的补充协议和相关视频证据，我们已经收到了。经过我们法务部门的初步审核，这些材料可以作为您对房屋拥有合法使用权和收益权的有力佐证。”听到这里，我心头一喜。那是不是意味着拆迁款的归属问题？别急，张先生，对方打断了我。但是还有一个关键问题，根据国土部门的档案记录，那处宅基地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，也就是俗称的土地证，上面的名字依然是王铁柱。按照规定，拆迁补偿的主体必须是土地证上的产权人，所以要想顺利拿到补偿款，你们还需要王铁柱先生亲自到场，配合办理产权变更手续。电话那头的声音还在继续，我的心却一点点沉了下去。也就是说，张先生，虽然事实对你们有利，但在法律程序上，你们依然需要他的签字。需要王铁柱的签字，这4个字像一盆冰水，浇熄了我心中刚刚燃起的火焰。千算万算，没算到土地证这道终极门槛。王铁柱输得底裤朝天，他会甘心签字，这无异于让一头饿狼亲自把嘴边的肥肉送出来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拆迁办又打了几次电话，确认我们是否已联系上王铁柱。王铁柱那边自然是音讯全无，手机关机，家里铁将军把门，仿佛人间蒸发。我知道他们在用最无赖的方式拖延，赌我们耗不起，赌拆迁办最后会因程序问题而将补偿款冻结或暂缓发放。僵持1周后，拆迁办发来了书面通知，为妥善解决此纠纷，决定召开一次正式协调会。协调会如期召开，地点是区拆迁办公室的一个会议室，长方形的会议桌被分为2边，一边坐着我和苏玉梅，另一边是王铁柱和刘金凤。他们脸色铁青，神情萎靡，但出入会议室时，那股强硬的姿态仍未完全消散，只是被这肃穆的场合压制了些许。会议室主位坐着拆迁办主任，旁边是法务代表和村委会员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紧张，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，每一个人的呼吸都显得格外清晰。主任首先开口，声音洪亮而官方，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。今天召开这
这次协调会是为了解决王家村46号房屋的拆迁补偿纠纷，双方当事人都在场。下面请张念祖先生先陈述情况。我点了点头，深吸一口气，将整理好的资料推到桌子中央，目光扫过王铁柱夫妇，他们正用一种混合着不屑与期待的眼神看着我，似乎等着看我如何自取其辱。主任，各位领导，20年前，我与王铁柱先生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和补充协议，以3万元价格购得此房。协议白纸黑字，有王铁柱的签字和红手印，以及时任村长王长贵的见证。我将补充协议原件递了过去，主任接过，戴上老花镜，逐字逐句的审阅起来，不时还与旁边的法务代表低声交流几句。10年前，王铁柱先生以农村宅基地不允许买卖为由起诉，法院判决买卖合同无效，但他需补偿我们30万元损失。判决书在此。我递上判决书复印件，将其摊开在主任面前。然而，这笔补偿款，王铁柱至今分文未付，10年了，他从未主动提及，更别说支付。王铁柱听到这里，不屑地哼了一声，像是被戳到了痛脚。刘金凤则小声嘀咕，声音虽然压低，但在寂静的会议室里仍清晰可闻。我们当时也困难，不是不想给，那30万对我们来说可是天文数字。我没理会他们的辩解，继续陈述，语气平稳，字字清晰。这20年来，我们夫妇一直居住在此，并对房屋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翻修。这是我们历年的房屋翻修票据、水电缴纳记录以及邻里证明。我将一叠厚厚的材料递上，里面详细记录了我们对房屋的投入，每一张票据，每一笔支出，都凝聚着我们的心血。特别是10年前，房屋已成危房，是我们投入巨资才让它得以保留至今。这些投入远超当年购房款，可以说这栋房子能有今天的价值，完全是我们一点一滴经营出来的。法务代表翻阅着材料，眉头微蹙，显然这些证据的详尽程度超出了他的预期。王铁柱夫妇的脸色逐渐变得难看，他们似乎没料到我们会准备得如此充分。最近，王铁柱夫妇再次上门闹事，散布不实谣言。我们已通过媒体澄清事实，并获得了当年协议代笔人李文书的证词视频。我拿出手机，播放了李会计点头确认协议的视频。视频中，老会计颤抖的手指向王铁柱的名字，用尽全力点头。那无声的肯定，比任何慷慨激昂的言辞都更具说服力。在场所有人都被这一幕触动，感受到了那份沉甸甸的真实。王铁柱和刘金凤的脸色铁青，他们想反驳，却张不开嘴，只能僵硬地坐在那里，仿佛被定格。因此，我们认为，虽然当年的买卖合同被判无效，但我们对房屋的实际居住权、维护权和增值收益权应得到充分保障。拆迁补偿理应归属于实际的付出者。主任放下手中的材料，目光锐利地看向王铁柱。王铁柱、张念祖先生的陈述和证据，你有什么异议吗？王铁柱支支吾吾，他眼珠转动，试图寻找反驳的词句，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，声音带着一丝困兽犹斗的意味：主任，这房子土地证上还是我的名字，宅基地就是不能买卖，这是国家规定，这是铁律。他紧紧抓住这根救命稻草，仿佛只要抓住这一点就能扭转乾坤。法务代表清了清嗓子，他扶了扶眼镜，接过话头，语气专业而冷静。王铁柱先生说的没错，根据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，农村宅基地确实不允许买卖，因此当年张念祖先生与您的买卖合同在法律上是无效的，这也是10年前法院判决的依据。听到这里，王铁柱和刘金凤眼中闪过一丝窃喜，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，仿佛在说：看吧，我们是对的，法律还是站在我们这边。刘金凤甚至露出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得意笑容。但是法务代表话锋一转，声音提高了些许。法律的目的是维护公平正义，而非僵硬的套用条文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指导意见，对于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情况，应综合考虑房屋的实际居住、使用、修缮情况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，妥善处理。张念祖先生夫妇已在此居住20年，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维护和翻修，这都是客观事实，有据可查。更重要的是，王铁柱先生，您长期离村，已在城镇落户，人户分离，根据相关政策，您已丧失了村民资格，自然也丧失了宅基地的使用权。也就是说，即便土地证上仍是您的名字，您也无权再享受宅基地的相关权益。这一段话犹如晴天霹雳，瞬间击碎了王铁柱夫妇最后的防线。他们脸上的窃喜凝固，取而代之的是难以置信的呆滞。王铁柱的嘴巴张开，却发不出声音；刘金凤更是身体一晃，差点没坐稳。他们从未想过，自己引以为傲的铁律竟然有这样的反噬。此外，您恶意不履行法院判决的30万元补偿款，也属于重大过错行为，且至今未有悔改之意。而张念祖先生在明知合同无效的情况下，仍积极履行了作为实际居住者的义务，对房屋进行了投入和维护，并对社区做出了贡献，其行为表现出善意和责任。主任环视全场，眼神严肃，他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最终裁决的庄重。鉴于以上情况，本着保障实际居住者基本权益、平衡各方利益的原则，经拆迁办集体研究决定，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将按照
张念祖占70%，王铁柱占30%的比例进行分配。主任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，每一个字都像重锤敲击在王铁柱夫妇的心上。70%，足足700万。我和苏玉梅对视一眼，虽然努力克制，但眼底那压抑不住的喜悦和如释重负还是泄露了一丝。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，发出了沉闷而踏实的回响。王铁柱和刘金凤彻底傻眼了，他们以为能拿走1000万，甚至更多，结果只剩下300万，而且这300万里还得扣除当年拖欠的30万补偿款以及其他可能产生的费用。他们满脸涨红，嘴唇哆嗦，想反驳，却发现所有的话都被堵在了喉咙。铁证如山，法律权威让他们无言以对，他们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，那贪婪的眼神此刻只剩下空洞和绝望。王铁柱先生，刘金凤女士，这是最终裁定。主任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，请你们在3天内配合张念祖先生办理土地证变更及补偿款发放手续，如果拒不配合，我们将依法强制执行，并扣除您在拆迁款中的份额，用于支付强制执行所产生的费用。希望你们好自为之。王铁柱夫妇像2只斗败的公鸡，颓然地瘫坐在椅子上，眼神空洞。他们精心策划的闹剧，从一开始的咄咄逼人，到现在的溃不成军，最终以惨败收场。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甚至让人觉得有几分可怜。但想到他们这些年对我们的折磨，那点可怜也就烟消云散了。会议结束，我和苏玉梅走出会议室，阳光洒在身上，前所未有的轻松。苏玉梅紧紧握住我的手，指尖微凉，却传递着巨大的喜悦。这块压了多年的心病，终于得以根除。700万。苏玉梅终于低声开口，声音带着一丝不敢置信的轻颤。念祖，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吧？我捏了捏她的手，笑道：白纸黑字的裁定书都揣包里了，还能有假？这钱是咱们应得的。话虽如此，我心里那根弦却并未完全放松。主任的最后通牒给了3天期限，以我对王铁柱夫妇的了解，他们绝不会甘心就这样签字画押，吐出到嘴边的肥肉，垂死挣扎，甚至鱼死网破都是可能的。果然，平静只持续了半天。傍晚时分，我正在整理提交给拆迁办的最终材料，手机急促的响了起来，是邻居李婶打来的，语气惊慌失措。念祖，不好了，王铁柱和刘金凤又来了，这次他们还带了个老太太，说是王铁柱他娘在你家院门口又哭又闹，还说要死在你家门口。我心里一沉，最不愿看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。他们自知理亏，法律程序上已无胜算，便祭出了孝道和人命这张最下作也最难以处理的牌。玉梅，你在这待着，我回去看看。我抓起外套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苏玉梅脸色发白，但眼神坚定。那是我们的家，凭什么让他们堵门？这次我不能再躲了。我们匆匆赶回王家村，离巷子口还有一段距离，就听到了尖锐的哭嚎声，混杂着一个苍老沙哑的哀鸣，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具冲击力。院门口再次围了不少人，指指点点，但这次大多数人的脸上不再是单纯的看热闹，而是带着明显的厌恶和无奈。只见王铁柱和刘金凤一左一右搀扶着一个看起来80多岁、头发花白、身形佝偻的老太太。老太太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式蓝布衫，瘫坐在地上，拍着地面，老泪纵横，声音嘶哑地哭喊着：我的房子啊，我嫁进王家门就在这屋里生儿育女，这是我的根啊！黑心肝的要夺我的窝啊！我不活了，就让我死在这门口吧！王铁柱满脸悲愤，对着围观的人喊：大家看看，把我老娘都逼成什么样了！张念祖，你有种就出来，把我娘气出个好歹，我跟你拼命！刘金凤则在旁边添油加醋，一边假意安慰婆婆，一边对着人群诉苦：我婆婆有心脏病、高血压，受不得刺激啊！张念祖他们这是要把我们一家往死里逼啊！占了房子拿了钱，还要逼死老人，天理何在啊？这一招极其阴毒，在中国农村，老人、孝道、人命是能瞬间引爆舆论的敏感点。许多不明就里或本就对拆迁报复有些眼红的村民，看向我们家的眼神又变得复杂起来，甚至有人低声劝道：臧老师，要不再商量商量？老人真要出点事，可就说不清了。苏玉梅气得浑身发抖，刚要上前理论，我拦住了她。这种情况下，任何激烈的言辞都可能被对方利用，激化矛盾，正中他们下怀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拨开人群走上前，我的目光没有先看撒泼的王铁柱和刘金凤，而是落在了那位哭泣的老太太身上。我记得她，王铁柱的母亲王兆氏。20年前我们买房时，她还住在老宅的偏房里，是个沉默寡言、面容愁苦的妇人。后来听说王铁柱夫妇搬去城里，并没有带上她，而是把她送到了镇上的养老院，一年也难得去看几次。王大娘，我蹲下身，尽量让声音平和些。您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张念祖。老太太的哭声顿了一下，浑浊的眼睛透过泪光看向我，似乎有些茫然，又似乎想起了什么。王铁柱立刻紧张起来，挡在他娘前面。张念祖，你想干什么？离我娘远点！我没理他，依旧看着老太太。王大娘，这房子是您儿子王铁柱20年前因为要去城里发展，主动卖给我的，白纸黑字按了手印的。这事儿您当时也知道，对不对？老太太嘴唇哆嗦着，眼神躲闪，不敢看我，也不敢看自己儿子，只是含糊的重复：我的房子，我的根。刘金凤尖声道：张念祖，你少在这儿套话，我娘年纪大了，记不清了，反正这房子是我们王家的祖产，你们就是不能霸占。我站起身，不再试图与老人沟通。面对这种精心设计的亲情绑架，讲道理是没用的。我转向王铁柱，声音冷了下来：王铁柱，拆迁办的裁定书你已经看到了，带着你母亲来这里闹
闹事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如果老人家因此身体出现任何问题，责任全在你们。别忘了，你们现在还是拆迁款的潜在受益人之一。如果因为你们的过激行为导致任何不良后果，拆迁办有权重新考量分配方案，甚至启动法律程序追究你们的责任。王铁柱眼神闪烁，显然有些心虚，但仗着有老母亲在场，依然嘴硬。少吓唬我，我娘要是有个3长2短，就是你们害的，大家伙都看着呢。我知道，仅凭言语无法驱散这群苍蝇，是时候动用最后的手段了。我拿出手机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拨通了一个电话，并按下了免提键。电话很快接通，传来一个沉稳的男声：“喂，张先生。”李警官，你好，我是张念祖，抱歉又要打扰你。我对着手机说道：“还是王家村房产纠纷的事，对方现在带着一位80多岁的老人在我家门口，以老人的健康和性命相威胁，扰乱公共秩序，试图阻挠拆迁办既定决议的执行。老人情绪激动，现场情况可能失控，能否请你们派民警过来维持一下秩序？同时最好能联系一下镇上的夕阳红养老院，确认一下这位老人王肇事的情况。他儿子王铁柱似乎并未尽到妥善赡养的义务。”这番话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耳中，王铁柱和刘金凤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李警官是之前处理他们骚扰事件时认识的片区民警，我曾向他详细说明过情况，并保留了联系方式以备不时之需。张念祖，你报警？不是报警，是请求协助，防止事态恶化，保障老人安全。我平静地纠正。李警官，地址您知道的。明白了，张先生，我们马上安排人过去，也会联系养老院核实情况。李警官的声音干脆利落，挂断电话，现场一片寂静，围观村民的眼神彻底变了。原本还有些摇摆不定的人，此刻也看清了王铁柱夫妇的嘴脸，利用年迈的母亲作为要挟工具，甚至可能连基本的赡养都没做到，这触碰了很多人心中的道德底线。怎不是东家把自己老娘从养老院拉出来当枪使？听说他们在城里住的好好的，今年都不回来看老娘一眼。为了钱，脸都不要了，连亲娘都算计。议论声像针一样扎向王铁柱夫妇。坐在地上的王肇事似乎也听明白了些什么，哭声渐渐低了下去，变成了一种无措的呜咽。王铁柱额头青筋暴起，还想说什么，刘金凤却一把拽住了他，低声道：“警察要来了，还有养老院，快走！”他们再也顾不上演戏，手忙脚乱地搀起还在抹眼泪的老太太，在众人鄙夷的目光和唾弃声中，灰头土脸的仓皇离去，比上次更加狼狈。这一次，他们恐怕是真的山穷水尽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和苏玉梅带着所有文件再次来到拆迁办，负责我们案子的工作人员见到我们，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。张先生、苏女士，你们来了，正好王铁柱夫妇刚走。他们来了。来了。工作人员点点头，表情有些微妙，态度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。虽然还是不情愿，但没再闹他，可能是知道再闹下去，连那3成都保不住，还得惹上官司。他们签了字，同意配合办理产权变更手续。工作人员将几份文件递给我们看，上面果然有王铁柱歪歪扭扭的签名和红手印。心中最后一块巨石终于稳稳落地，漫长的拉锯战至此画上句号。